美股成交额前20，特斯拉涨超 3%， 确认在墨西哥建厂。北京时间18日凌晨，美股周五涨跌不一，纳指与标普指数收跌，道指小幅收高。2年期和10年期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至3个月新高。鉴于美联储极有可能坚持激进货币政策以遏制通胀，投资者担心未来经济与股市可能受到货币政策的不利影响。本周道指累计下跌 0.13%， 为连续第3周下跌。纳指上涨 0.59%， 标普500指数下跌 0.28%。下周一2月20日，美股将因美国总统日休市。周五，美国10年期国债与2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均攀升至去年11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令股指承压。本周公布的一系列 CPI、零售销售及 PPI 等经济数据均显示美国通胀依旧高企，强化了美联储继续坚持加息，并在更长时间内维持高利率政策的市场预期。除了美联储官员的评论之外，消费者状况一直是本周投资者关注的关键焦点，特别是考虑到最新一轮的通胀和零售销售数据。周五，美股成交额冠军特斯拉收高 3.12%， 成交429.2亿美元。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周五表示，特斯拉将很快确认选择墨西哥作为下一家超级工厂的所在地。马斯克计划与该国总统洛奥弗拉多尔进行对话。此外，近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宣布，特斯拉将召回多达362758辆配备了全自动驾驶测试版软件 FSD Beta 的汽车，原因是担心它会有增加出现车祸的风险。据文件内容显示，车辆通过十字路口和转弯的时候存在不安全因素，包括从转弯车道直行以及黄灯时通过十字路口。如果司机不干预，该系统的错误就会增加碰撞的风险。第二名英伟达收跌 2.79%， 成交98.9亿美元。Oppenheimer 分析师 Rick Schaefer 周五将英伟达的目标价从225美元上调至250美元，并维持强于大盘评级。该分析师预计英伟达第4财季业绩将与预期持平或更好，并预计下一财年第1财季的业绩指引大致符合分析师普遍预期。预计英伟达以人工智能为主导的结构性增长理论完好无损。Schaefer 认为 PC、高性能游戏和汽车业务将推动英伟达持续增长。第4名微软收高 1.56%， 成交73.6亿美元。据称，微软已经开始与广告公司讨论如何从其接入生成性人工智能服务的必应搜索引擎中获利。知情人士表示，在本周与一家大型广告公司的会议上，微软展示了新版必应的演示，并表示计划允许在搜索结果的回复中提供付费链接。微软预计必应 AI 聊天机器人更人性化的回应将为其搜索功能带来更多用户，从而吸引更多广告商。与传统的搜索广告相比，必应聊天机器人中的广告在页面上的位置可能会更突出。据悉，微软已经在其早期版本的必应聊天机器人中测试广告，该版本只对有限数量的用户开放。据悉，微软还计划在聊天机器人中采用另一种广告格式，该格式将面向特定行业的广告商。第7名 AMD 收跌 1.97%， 成交37.2亿美元。第10名埃克森美孚收跌 3.85%， 成交23.1亿美元。原油价格下跌令该股承压。周五美国 WTI 原油收跌 2.7%， 为连续第4个交易日下跌，使其本周累计跌幅达 4.2%。第18名雪佛龙公司收跌 2.23%， 成交15.5亿美元。第11名迪尔股份收高 7.53%， 成交21亿美元。该公司第1财季的营收与盈利均超市场预期，营收 126.5 亿美元，超预期的 113.4 亿美元，每股盈余 6.55 美元，超预期的 5.57 美元。公司预计2023财年的净利润 87.5 到 92.5 亿美元。第12名强生公司收高 2.09%， 成交 19.5 亿美元。
第16名，阿里收跌 3.01%， 成交 18.1 亿美元。第17名 ，DraftKings 收高 15.33%， 成交 16.7 亿美元。该公司第4财季营收同比增长 81% 至 8.55 亿美元。调整后的 EBITDA 亏损 4992.7 万美元，2022年同期 1.28 亿美元，调整后每股亏损 0.14 美元，市场预期亏损 0.59 美元。华尔街多位分析师看好 DraftKings 未来的业绩，他们重点关注它2023年的强劲增长趋势，以及到2024年能否实现 EBITDA 盈利。BTIG 将 DraftKings 的评级从持有上调至买入。杰富瑞对 DraftKings 维持买入评级 ，Piper Sandler 对 DraftKings 维持增持评级，并指出它的业绩远远领先于市场预期。摩根士丹利分析师对 DraftKings 给予增持评级，目标价20美元。第19名 DoorDash 收跌 7.59%， 成交15亿美元。DoorDash 第4财季营收 18.2 亿美元，同比增长 40%， 超出市场预期的 17.7 亿美元，每股亏损为 1.65 美元，上年同期每股亏损 0.45 美元，净亏损为 6.4 亿美元，上年同期净亏损 1.55 亿美元，调整后 EBITDA 为 1.17 亿美元，上年同期为4700万美元。近几个月来，有关特斯拉下一家超级工厂的消息一直甚嚣尘上，墨西哥和印度尼西亚都被视为潜在选址。根据墨西哥高官披露的最新消息，特斯拉 CEO 埃隆·马斯克似乎已经决定在墨西哥建立新的整车工厂。当地时间周五2月17日，墨西哥外交部长马塞洛·埃布拉德在与该国商界领袖的一次活动中表示，特斯拉将很快确认选择墨西哥作为下一家超级工厂的所在地。马斯克计划与该国总统洛佩斯·奥弗拉多尔进行对话。埃布拉德称，我们很快就会确认，这家非常重要、非常接近我们正在推动的电动交通优先事项的公司，已经选择在墨西哥扩大业务。不过，埃布拉德拒绝透露特斯拉的具体选址，而是仅仅表示电话中会谈到这个问题。此前就有消息称，墨西哥是特斯拉考虑建造新工厂的国家之一，而埃布拉德的言论是迄今为止特斯拉决定在墨西哥建厂的最明确迹象。有关特斯拉在墨西哥建厂的潜在选址已浮出水面。洛佩斯·奥弗拉多尔本月早些时候表示，该国东北部的新莱昂州和中南部的伊达尔戈州处于领先地位。马斯克去年12月表示，特斯拉即将选定下一家超级工厂的地点。特斯拉目前共有4家整车工厂，分别位于中国上海、德国柏林、美国奥斯汀和弗里蒙特。印尼也一度被猜测为下一家特斯拉工厂的所在地。该国同样在积极争取吸引特斯拉落户。印尼的独特优势在于其丰富的镍资源，该国是全球最大镍生产国。特斯拉去年与印尼达成了价值50亿美元的镍供应协议。上月有媒体报道称，特斯拉即将达成在印尼建立工厂的初步协议，其目标为年产100万辆电动汽车。然而，马斯克对此表示，请谨慎撰写引用未具名消息源的文章，因为他们经常是虚假的。